江红军，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的？你看，这就是323万现金和28块金条。啊，你再看，哎，你看，这人是谁呀？我媳妇儿。哦，你媳妇儿哈。嗯。他在这干啥呢？不知道。他签字了，就是他承认了，说这些财产是属于你家的，那供认不讳了。你听明白吗？不会啊。不对呀。你还有别的？你看，这啥呀？你看这个背影，熟不熟悉？嗯？谁呀？不是，太黑了，看不出来。黄老师，谁会对自己的背影熟悉？哎，你帮我支一下，拿住了哈。你看，谁呀？哦，那这在哪儿呢？我在路上，轿车中控室。什么时间的事儿呢？正好事故发生当晚。这是我们从灌笼里救出来的人员名单，你帮我确认一下。我看看啊，第一个是我妈。哎，不对呀，我们每班下井的人员一共是16个，你看这名单上是15个。你确定是16个？对，我确定。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哑巴不在。哑巴？他也不是真的哑巴，就是不怎么和我们这些人说话，他是新来的。啊，叫熊二强。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瘦瘦高高的，每天下井的时候都黑灯瞎火的，我也具体看不清他长得啥样子。熊二强。你让人给拍了，现在承认了。刚才我问你那么多遍，就咬死了不说，你啥意思？我刚才我忘了啊！我到那个轿车中控室检查，为了看看有没有这种安全隐患。就你怎么知道说要到轿车中控室检查的？我们接到报警嘛，说那个事故原因是由于这个升降机那个坠落，然后造成的有人员伤亡。所以你是矿山机电专业毕业的？不是啊，但是我以我的经验来讲，就你从警这些年，你有几次处理矿难的经验呢？没处理过，但是我们这是矿区，大家这是基本的常识。哦，对于你们来讲是常识，但那天晚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去，而其他所有的警察都在第一现场？将军，我请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清楚。矿难发生当晚，你一个人单独行动，跑到了轿车控制中心，你到底干啥去了？江队，江队。我看背有巷子。哎，刘主任，哎，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孙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
那你来晚了，许剧早下班了。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啊，忙着吧。好了好了，哎，再见啊，再见。哎。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金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这个是3月1日晚上8点06分，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好，来，我们再看。够了，够了，洪亮，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就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运，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是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儿去了。行，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你。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上。我连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呸！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连续2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京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京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2个案子合在一起呢？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谢谢。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京，无限的。张文京没事了。那我减刑的事呢？啊？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你只管说就行。张检，我是郑亚萍。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继续。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检，给我们些时间，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张检，张姐，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张检，张文京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
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2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景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呀，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就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2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这2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我知道东平师院这2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这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嗨，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姥爷，我算作业了。哦，哈哈哈，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蓝奶奶，有，你好。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
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张姐，那我先走。哎。可是都说好了，我陪你来答谢宴。打住！女孩子当什么检察官？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话呀？你答应我了的。注意形象，今天你可是女主人呢。去吧。12平均律啊！你也喜欢巴赫啊？我喜欢周杰伦。开个玩笑。看来你是喜欢弹巴赫的人呢。江源怎么没来啊？这个九泰集团呀，名义上的主席是江源，但实际的掌权人是江源的妻子马珊珊，那边那个。别说你刚来新州市了，我在新州这么多年，我都从来没有见过江源参加任何的商业活动。倒是这个马珊珊做起生意来八面玲珑，顺风顺水的，在业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巴赫的曲子挺难的，现背的。一晚上就背那么熟，记忆力挺不错呀。
你认识我吗？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有人不认识江家的千金吧？任天宇。没兴趣认识你。那就一起跳支舞啊。没空。你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我发现你这个人搭讪的方式，跟你整个人的气质还挺符合的。是吗？嗯。尴尬。谢谢啊。天宇，快过来啊！郭姐，你还是不是人？我操你干啥？离我远点，听到没有？滚开！跟你说啊，告诉你别碰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躲开！注意点啊！别碰我，小心我弄死你！有本事你杀了我啊！你以为我不敢耍？有本事你杀了我啊！你以为我不敢是吧？啊！嫌疑人王伟，你在公安机关说的都属实吗？我说的都属实，他们记得属不属实我就不知道了啊。你有没有在每一次的审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我按手印的那些笔录，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全部的笔录呀？侦查员在审讯后有没有把笔录给你看？他给没给我看？你为什么问我呀？你问他呗。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我不敢，你怎么问，我就怎么答。王伟，你已经坐过一次牢了，你还想再进去吗？我不想啊，但不也进来了？快，大家快点，快快！之后你才能称为帮主。去年我就在 PPT 网站上注册了。这是规则。干什么？快点恢复数据，余处和尹处等着呢。啊，是，快点！别动！老实点！牛瑞博，包括跟他在一起的20多个人，全都被抓了。在我审问他之前呢，我想把这个主动的机会让给你。主动不主动之间差了多少？我想你是有经验的，或者你想谦让一下？不用了，你问吧。谢谢谢谢。哎呀，辛苦你了。抓到了牛瑞博，咱们终于可以批捕王伟了。跟了他那么久，终于让他开口了。这个是咱们1部、3部联合办案取得的胜利。来，咱们以茶代酒。好茶。你周末出来，可儿一个人在家没事吗？安排完吃的了，在家写作业呢，乖着呢。后天可儿学校开家长会，你别忘了啊。怎么，你真忘了？不是，后天是那个坠楼案开庭啊。哦，那我替你去吧。
谢谢啊。不用谢。你看我这又得麻烦你。不麻烦，我是他干妈呀。是啊，你这个干妈，比我这个亲爹都称职。你也不用太自责了。最近检察院事情多，好多案子都交到你手里。可儿很懂事的，他会理解的。后天那个酒会坠楼案准备的怎么样啊？哦，说是有个关键证人看到了案发过程，问题不大。让妈妈亲一下。妈妈，我都11岁了。11岁怎么了？11岁也是妈妈的宝贝儿，亲一下嘛。爸，你管管你老婆呀。哟，这爸可管不了，咱家你妈最大。不让亲啊，妈偏要亲。来，不要，别跑啊！快要跑，别让你妈给追着了啊！就你这样的。喂，任律，明天开庭的酒店坠楼案资料我都发到你邮箱了。好。你明知道这个案件会输，为什么还主动申请做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我需要的是这场官司，输赢并不重要。晚安。请证人张文静到庭。公诉人，你可以提问了。是他？证人，请你叙述一下案发当天的详细经过。哦，那天我跟我妈妈一起参加九泰集团的答谢晚宴，
我被邀请到台上弹奏钢琴，演奏完之后呢，我去2楼透口气，也就是在那儿，我看见了被害人和被告人在互相推搡，我听见被害人说：“我告诉你啊，你有本事杀了我，你以为我不敢是吧？啊！你老实点，我告诉你。”肃静。公诉人可以继续提问。证人，案件发生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我跑到楼下告诉大家不要靠近，保护案发现场。保安，快封锁现场！然后我让旁边的服务员赶紧打电话报警。你110吗？哎，你这样，怎么哪儿都有你啊？谁有口红？我有。你怎么知道要保护现场，还知道要给尸体描边呢？因为我就是学法律的，而且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下周就要到检察院面试了。做一个像您这样的检察官，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的偶像证人就是，只需要回答我提的问题，没有问的不用说。哦。你刚才所说的相互争吵、推搡的2个男子，你以前是否见过？没有。如果再见到他们，你能认出来吗？当然，不过一位已经死了，另外一位就是这位被告人。你确定吗？确定，我记性很好的，不管是看过的书还是见过的人，我都会记得很清楚。公诉人对证人的提问暂时到这儿。被告人，你有什么要问证人的吗？让我的辩护人问吧。辩护人。江女士，请问案发当天大厅里有演奏音乐吗？有啊。什么曲目您还记得吗？马勒第8交响曲。记那么清楚啊？当然了，这首曲子我听了不下100遍。那您还记得案发当时想到什么段落了吗？第1乐章快板部分。这位律师，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什么意思啊？辩护人，请注意你的提问。好，请问证人，您有看到被害人是如何坠楼的吗？应该是被王浩推下楼的。应该是。对，因为我看到他们之前在互相推搡，本来想跑过去一看究竟的，结果被立柱挡了一下，但也就挡住了几秒钟的时间，被害人就被推下去了。不要绕弯子，请直接回答我，你看到我的当事人把被害人推下楼了吗？没有，但是我看到他们之前有互相推搡。像你说的，之前的推搡，之前的行为能用来证明之后实施了犯罪吗？不能，但是……那你凭什么这么以为？因为我听见了被害人之前说“有本事你杀了我呀”，然后被告人说“你以为我不敢吗？”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听到这2句话的时候，你离他们有多远？直线距离大概10米。现场只有他们2个人说话吗？这我不确定。根据刚刚你跟公诉人的对话，我得知你是第一次见他们俩，也就是说，你对他们2个人的声音并不熟悉，对吗？对。好，既然你并不熟悉他们2个的声音，又不能确定现场只有他们2个人说话，当时还有那么激昂的交响乐，更何况你离他10米开外，你凭什么认为这2句话就是我的当事人和被害人说的？就算是，你又凭什么这么肯定？有本事你杀了我呀，是被害人说的。你以为我不敢吗？是我的当事人说的，而不是反过来呢？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注意他们2个，而且他们俩张口闭口的口型跟我听见的声音是一致的。什么？如你所说，你可以通过别人的口型判断出来别人说话的内容，而我刚刚就是在问你，你懂唇语吗？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啊？你根据我的口型没有判断出来我说话的内容，说明你不懂唇语，对吗？你这是什么问题？请直接回答。是，我是不懂，但谁张嘴闭嘴说话了，我还能看不到吗？江女士，请你平稳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才要稳定一下你自己的脑子吧，问一些有水准的问题。并不是我的问题没有水准，而是江小姐，你的判断能力有问题。
你没有通过我的口型判断出来我说的什么内容，这是事实。所以说，你也不能通过他们的口型判断出来他们所说的内容，对吗？你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宋棍式的诡辩。江女士，请你不要人身攻击我好吗？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对还是不对？对。沈班长，根据我刚刚的提问，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了。江女士只是通过我的当事人跟被害人发生了争执，且听到了几句对话，但是现场人有很多，每个人都有可能说出这几句对话，所以说她并不能认定这几句话跟我的当事人和被害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更不能断定这几句话是出自谁人之口。而且江女士自己也说了，当时的音乐声那么激昂，足以掩盖人声，所以现在我甚至都怀疑江女士是否真正听到了有人说话。就算是有，也只是证人把看到的画面和听到的声音主观地合成在了一起。综上所述，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算是江女士的猜测罢了。而这种主观的猜测，在这庄严的法庭之上是不负责任的，对我的当事人更是不负责任的。在这里，我恳请合议庭对江女士的证言不予采信。沈班长，公诉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询问证人，请提问。证人，交响乐的声音有没有可能覆盖住当时在走廊的人交谈的声音，尤其是距离你只有10米，并且正在争吵的声音？不能，人的声音跟音乐的频率是不相同的，所以没有那么容易被掩盖住。而且我一直在注意他们，有些声音你越是注意，听得就越清楚。当你听到那2句话的时候，声音是来自于哪个方向？2楼转角处，他们撕扯的地方。那么当时郭杰和王浩身边有没有其他人？没有，只有他们2个。你确定吗？确定。沈班长，我们判断问题应该站在一般人的角度，用一个普遍认可的生活常理去衡量。刚才证人说得非常清楚，他之所以认为对话来源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那是因为声音来自于2人的方向，2人身边当时没有其他人，并且声音和动作是相协调的，恐怕大众都是这么判断声音归属。那么，如果按照辩护人的逻辑来说，难道今天要在辩护人的声带上安装一个特殊的声音接收仪器，才能判断出辩护人的哪一句话是出自辩护人之口吗？可儿，干嘛？我爸今天又没时间啊！啊，爸爸今天有事。我知道，我爸每天都有事儿。干妈来不也一样吗？快想想，想吃什么？待会儿开完家长会，干妈带你去吃大餐。小明喂，可儿，有我在，不许看其他女人。快想想，待会儿吃什么？我要3包薯条，4个汉堡，还有2杯大可乐。哟，吃那么多成大胖子了。我还要给爸爸带呀。林初啊，刚才法庭上的女孩还说自己想当检察官呢。她没那个心理素质。尹检察官，尹检察官，你刚才真的太厉害了，多亏了你，这次那王浩肯定能定罪。我下周就要去检察院面试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多跟您学习呢。江文静，现在已经退庭了，我还要去忙别的事，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吧？哦，对不起。哎，尹检察官，再见啊，咱们检察院见啊！不愧是检察官啊，讲话帅，走路帅，连背影都那么帅。不是穿上那身衣服，肯定也很帅。妈，妈，哎，妈，哎呀，你别真不理我呀，至于吗？妈，
那找你找我呀？笑什么笑？有那么好笑吗？有啊。我问你，你刚才在庭上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了？你说我不懂唇语，那根本就是在偷换概念。没错呀，我看你刚才挺配合的呀。配合？我那是被你绕晕了，才中了你的圈套。好，有证据吗？我就是人证啊。那你刚才在庭上那个人证做的，可以的。你给我道歉。对不起啊，我错了。你什么你？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我才不给你道歉呢。我什么我？给你个电话。谁要你电话啦？不是我的，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混蛋！我车呢？车被拖走了。啊？那怎么办啊？打电话呀，我不是给你电话了吗？哦，可惜被你扔了。啊？可是我背下来了，345、345、7、8。唉。妈。妈。哟，宝贝儿，起来啦？爸，我妈呢？不知道，一大早黑着脸就出去了。快过来，过来吃饭了。快点啊！他整天黑着个脸，你可得说说他。你还说你妈呢？你看看你，哎，你到底是怎么惹她了啊？从昨天晚上人家就不高兴，就跟我这个不愿意，那个不愿意的。但今天早上一早，饭都不吃就出去了。我跟你说啊，人家可说了啊，这一个星期让我看着你，不许出去。哎，你到底怎么惹她了？还不让人出门啦？这也太霸道了吧！这马珊珊简直小题大做，不就说错了句话吗？你说了什么错话了？没什么，她就是更年期。啊，可不许这样说你妈妈啊！那个爸，你先吃着啊，我出去一趟。等，你干嘛去啊？哪儿都不能去，你惹了他，我要把你放出去。那我不是也跟着受罚吗？你老爸接下来的下场你是可想而知的。我求求你啊，可怜可怜你老爸吧！啊，吃饭。爸，您才是一家之主，为什么什么都得听马珊珊的呀？我觉得吧，男女平等至少要在咱们家先实现了。我支持您当家做主，就从放我出去开始啊！少来这一套，也不能挑拨离间。我跟你妈的感情比山高比水长，我对她的拥护那是肯定的，100年都不会变。吃饭。爸，放我出去。他不让放。那你放不放？我不能放啊！吃饭。不吃了，饿死我算了。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不吃饭，饿死了，你一个人也出不去。多亏
亏那个混蛋律师，要不是他，我在庭上能说出那句话吗？哎，这下可怎么办啊？这么快就签了，不看看了？我看完了。看完了，那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啊，你是指里面的业绩指标吗？我以为你会跟我讨价还价。你以合伙人的待遇邀请我进来，还返我60%的点，这么好的待遇，有这样的业绩要求也很正常。任律师对自己很有信心嘛。林总，你这么说，我有点小难过呀。我一直以为你给我这么好的条件，是因为对我工作的认可，原来你是在试探我。我是个律师，但是也是个商人。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同样不敢冒险。所以信任你的能力和试探你，不矛盾。精明的女人最有魅力。精明的女人都喜欢有胆识的男人。那林总的意思是？欢迎加入，合作愉快。半个小时够住。今天多亏你了，要不然我爸不会放我出来的。不够意思吧？直接把《姚氏时尚》主编的名头给你了，你爸听了可开心了，让我赶紧把你带走。哎，你说他就真的一点都不怀疑啊？没有啊，我一进门的时候他特开心，然后我就说你要去我那儿上班，他双手赞成，还好你爸好骗，要你妈在，这招肯定没戏。别臭美了你，就你那尴尬的眼睛，你真以为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怀疑了吗？当然啦。来，定个地儿，晚上庆祝。知道了，我的江大检察官，去吧。刚才碰到了政治部主任，他要出去开紧急会议，所以一会儿的新人面试你来主持。哦，好，那我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这个是坠楼案的一审判决书。谢谢。于检察官。你是？我是来今天面试检察官的，我叫姜文静。哦，面试在前面左拐的会议室。哎，于检察官，我们之前见过，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就是之前您在新州大学的那次演讲。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记忆力很好的女孩子。没想到你真的来考检察官了。多亏了您那次演讲，我才找到了我的人生职业方向。但是考检察官可没那么容易，而且我不会因为认识你而徇私。一会儿的面试你自己好好表现。我会加油的。那一会儿见。各位领导早上好，我叫姜文静。你觉得你跟其他的面试者相比，你的优势在哪里？我的成绩不错，刑事法律尤其优秀，而且我的口才也很好，在校期间多次获得全校最佳辩手的称号。还有一点，我的记忆力很好，我想作为检察官，这一点应该很有用吧？怎么证明呢？凡是我看过的法典，我基本可以做到过目不忘。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能背法典是最基本的。你有其他方式证明一下你的记忆力吗？
今天是我第1天来到检察院，但凡我走过的路，碰到了什么人，是如何陈设的，我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是吗？你说说。1楼大厅一共摆放了10盆绿植，从门口到走廊到这间会议室，一共路过了11扇门，其中第7间会议室正在装修。3楼的走廊里一共挂了12幅画，其中第4幅和第11幅是一样的图案。宣传栏里的内容是本届全市10家公诉人的公示名单，尹检察官和于检察官都榜上有名，尹检察官是第3名，于检察官是第7名。哦，对，上面还写了排名不分先后。我怎么知道这些不是你胡编的呢？他说的没错，我也有数过。还有就是尹检察官您今天穿的皮鞋跟您上次在庭上穿的皮鞋是一模一样，但却不是同一双。你怎么知道？因为您之前穿的那双皮鞋右脚后跟有一个缺口，而今天的这双皮鞋却完好无损，所以我推测您有2双一模一样的皮鞋。我上次出庭时候穿的这双鞋右脚后跟确实有一处破损，但是上周我已经补好了，所以今天穿的这双鞋和上次的是同一双。你刚才已经很好的证明了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但偏偏要画蛇添足的说到我的鞋，最后出现了纰漏。我看过你的简历，政法大学本硕连读，司法考试成绩第1。聪明是好事儿，但是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做一名检察官，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照相机式的脑子。你有复盘的习惯吗？复盘？你之前出过一次庭，虽然是作为证人。你还记得在法庭上哪句你说错了吗？我确实是被被告律师激怒了，但我说的依旧都是事实。不全是。辩护人当时问了你一个专业的问题，你是法学专业的，应该可以回答出来，但是你答错了。一个人过去的行为能否证明他本次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不能。对，你在法庭上是这么回答的。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一日为贼不等于一生为贼。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说特殊的习惯，凶手每次在作案后会在被害人身上留一个特殊的图案。那么凶手的这个行为能否证明身上有相同特殊图案的被害人都是被同一个凶手所杀？能。再比如说持续的行为，凶手在1小时内被人看到持续殴打被害人，1小时后被害人被发现被人杀死。凶手之前的持续殴打行为能否证明凶手在之后对被害人实施了杀害行为？可以。王浩对郭杰的推搡就是持续的行为。虽然你没有看到最后王浩把郭杰推下楼，但是之前的推搡能不能证明郭杰就是被王浩推下楼？可以。但你在法庭上说不可以。没错，当时你只是一个证人，但是如果以检察官的标准来看，这样的错误就不应该犯。他才刚毕业，还需要时间成长。犯罪分子不会给他时间成长的。你让我定位陪你喝酒庆祝，结果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不停的喝。江大检察官，你行不行啊你？哎，这位小姐，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已经当不了检察官了，以后啊，不要叫我江大检察官，就叫我江大小姐，好吗？为什么？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那混蛋律师，人面兽心，阴险狡诈，卑鄙无耻。这不都差不多一个意思吗？差不多怎么能叫差不多呀？哎，你说我当时怎么就被他给绕进去了呢？我当时怎么就没有反应过来呢？就算我没有反应过来，我当时怎么就没有骂他呢？
就算我没有骂他，我当时，我为什么要回答他的问题？你先冷静冷静。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当时想什么呢？当时想什么？我当时不是没有反应过来吗？表真，我现在都已经当不成检察官了，你就不能让我发泄发泄吗？可以。可是你现在说的乱七八糟的，我什么都没听明白。你再这样，我走了啊！哎，我的好侄儿，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我现在特别脆弱，我现在特别需要你，好吗？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今天晚上特别的需要我，然后自己在那不停的喝酒，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你都不知道我今天有多惨。江文静，表达能力不错，反应也快，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些都停留在形式层面。你要知道，你不可能用技巧应付所有场面的。但是，请你记住，要做一名检察官，需要面对案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要时刻警醒，保持冷静。像你这样心浮气躁，严格来讲，是没有资格做一名检察官的。尹初说的没有错啊，做检察官确实需要保持冷静，时刻警醒，这一点以后要注意。那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我们讨论过后会通知你的。这个尹川到底是谁呀？说话怎么这么直接？他凭什么说你没资格当检察官？我看他才没资格呢。可他就是检察官呀，而且还是很厉害的那种检察官。这样，那也没关系，不当就不当吧。检察官有什么好的？赚的又不多，天天围着官司转，还接触都是不开心的事情。你干脆到我公司来上班吧，反正你今天跟你爸也是这么说的。你不想上班也行，咱们出去玩、旅游、shopping， 保证你过几天就不要当检察官了。那不行，当检察官是我一辈子的梦想，我一定可以当检察官。行，江大小姐最有志气。这位小姐，请注意你的措辞，要叫我江大检察官。江文静，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啊？来，为我们江大检察官干杯！干杯！